姐妹们，欢迎回来。今天这个视频想跟大家聊一下，不知道有没有姐妹们刷到一个哈佛教授告诉大家，现在市面上99%的护肤品都是只有保湿功能。那这个话有没有很熟悉？姐妹们你就说，你关注我久了，你听洋洋哔哔哔多的这些人，你有没有很熟悉这一句话？有没有？有就对了。这个咱也不是什么哪个地方的教授，我们就是实践出经验。经验是什么？就是久病它就真的可以成医。你这颗心你用在哪里，它都可以闪闪发光的。你在哪里钻，你就能成为那个领域的佼佼者。只不过咱们没往那儿钻，这不人家专家都告诉我们了，99%市面上的护肤品它就是保湿功能。他说的99%，那还有1%是干嘛的？我告诉你，1%里面可能有0.7%都是无效的。就是它既没有任何的功能，它又起不到保湿。有没有买到过这样产品？有的话，在视频下方给姐姐扣个1啊，我就有买到过，而且这种产品不少。所以说，在1%里面的0.7%，那0.3%是什么？是功效型产品，就是你用的 A 醇。能感受到 A 醇的力度，你用的果酸能感受到果酸的力度。所以说，你看起来咱们这个频道一直在讲这个东西，但是它在整个护肤品的大世界和整个的大市场中，它连0.5%它都占不上。为什么？因为护肤品作为一个商品来讲的话，它面向的是广大的群众。哎，像咱们这帮人是细分领域啊，他这个真的是非常小众的这么一帮人，所以说为什么有很少的人知道这些东西？大部分人我们只会怎么样？看着哪个博主说这个好，买那个好，买这个真的抹了之后真的可以美白，买这个抹了之后真的皱纹都没有，你看我眼下一点皱纹，买。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你像我们来讲的话，你会对这种产品感动吗？你肯定不会感动。对，我前一段时间还收到一个姐妹的信息，就是说她看了我视频之后，她对所有的这些大牌祛魅了，你知道吗？你看姐妹，你不是一个人，我相信很多看我频道的姐妹们都是有同样的感受的。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你觉得我在扯淡的话，那我希望姐妹你可以多看一些，不一定看我的，多了解一些哈。DeepSeek 啊 ChatGPT AI 这个东西哈，就是它是有市场引导性的答案哈，它确实是有市场，因为谁有大数据，谁就能引导这些 AI， 多多少少有市场引导性。但是它目前来讲，它还是个 baby， 它是个宝宝，它会跟你实话实说。我觉得如果你不信我，你可以去问一些这些傻了吧唧的 AI 哈。当这哈佛教授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多人是震惊的，包括主持人都是震惊的。主持人他自己得过好几次的皮肤癌，我想在这个事情上再跟大家聊一些，为什么这个皮肤癌大部分都发生在白人身上。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你看黑人是不是很少有人得皮肤癌？包括这个教授他自己都说我没有那么敏感，所以说我无所谓白天在家的时候擦不擦防晒。但是你比较敏感的人群哈，你就需要可能要更好的去照顾好自己的皮肤。你看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啊。就有的时候哈，你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咱们了解中国文化，你会发现这个西方人呢，他们这个脑子真的很直，他们一定要什么？他要论据。他在这个视频里面有说，这是一个追求论据的这样子的一个时代，他们还在追求论据。有的很多的论据是没有办法论出来的，他们其实就是没有黑色素。我相信这个是有论据的啊，就是没有黑色素的保护。所以黑色素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讲，它是正反两面性。我就经常会想哈，这个白人呢，他最早应该是肯定是来自于这个阳光不是那么充足的地方。或者是咱也不说咱们都是从非洲走出来的吧，咱不追求这些东西哈，就即使咱都是从非洲走出来，从最热的那地儿走出来的哈，太阳底下走出来的，他也是走的比较远的那一波人啊，走的比较就是靠边的那一波人，所以他整个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体的设计就不是为了在太阳底下打猎奔跑生存设计的，所以他们这帮人群晒太阳就容易产生皮肤癌。这就是咱们中国在这个方面其实是很少的，但是现在也有多，因为癌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它不仅仅跟阳光有关系。也就是说，你看你也白人，他也白人，那为什么人家怎么不得皮肤癌呀？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咱不能这么单纯的去讲。但是这是不是个原因？很有可能这个东西就是个原因。那么紧接着这个教授他就讲了这个防晒的作用。老外的思路是非常清晰明了的，防晒的思路是什么？他说我从医这么多年，我研究这么多东西哈，因为太阳造成的这样的对皮肤的伤害，人天天可以看到，那见的太多了。但是因为擦防晒产品而导致的癌症的这样的状态，我没见到过。
是不是老外他们整个这个西方的体系就在论据中生存的？那没有办法，科学体系整个科学体系就像一个信仰一样的啊。咱们不过多的去评判，因为我们都是学科学长大的人，咱不是说科学不好，而是说他们缺乏一种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模式。当我们的皮肤变得不好的时候啊，如果你是只追求去寻找一个产品来帮我们从外部的解决问题，你只 get 到其一，那么中间大部分的深层的东西你没有考虑到是什么问题原因造成的，我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我最近吃了什么做了什么而导致成这个状态，我除此之外我身体还有其他的什么状态。就老外他永远想不到，哎，我这个皮肤发黑跟我的肚子疼是一码事儿，是连起来的，他们想不到的。我就光看这一个采访我都能感觉得到，咱不是说否定，没有不否定，人家这是伟大的发现，能解决很多皮肤状态问题，但是他的整个的思维逻辑你有发现吗？他就想不到这个问题，他有考虑过，就比如说你有吃什么东西啊会让皮肤变好啊，或者你有做什么事情啊会让皮肤变好哈，但是他整个的思路是非常直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状态。那么接下来他就说了这个防晒的重要性哈，对于西方的护肤整个这个领域，防晒这占了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紫外线的照射会造成很多人得这个皮肤癌症，而正好他们这帮人群的得皮肤癌症的几率很高，所以他们就这个整个思路就造成他们认为防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在这里跟大家讲，我认为防晒对你的皮肤的衰老绝对是有非常大的意义的。就你看我这么爱晒太阳的人，我本身是一个黄不能说黑吧，反正是就是黄人嘛，很黄的这样皮肤。你看我的手晒的，你可以看这缝缝，你看这个缝缝是不是这边就是晒的黑？你看我的胳膊晒，这个上面是黑的，你看里面是白的。所以说防晒对于我们整个的抗老也好，还有皮肤的健康程度来好，肯定是有保护意义的，这是一种防护，就跟咱们保湿一样的。因为市场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是防护，一个是功效，就是这两个东西，对吧？所以说，但是如果咱们过多的去防晒，它反过来会不会影响我们皮肤的健康呢？我认为这个才是应该目前在整个大家都是一个正的这样过程中，就是这样正的去讨论这个防晒的积极性。这个与此同时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的去考虑一下，如果过多的防晒会对皮肤造成什么样的状况，会对人体造成什么样的状况？每个人应该都知道，太阳光是赋予我们维生素 D 的，维生素 D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的，所以说它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晒太阳也是对我们皮肤的，就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一种反应呢？还有什么？它是可以杀菌的。那么你皮肤因为各种的状态造成了细菌的影响，是不是通过晒太阳也是可以帮助到我们呢？对吧？还有它是可以促进我们就是光合作用之后呢，让我们的睡眠会更好，让我们抵抗力会更强。同时也有很多的这样实验证明，照太阳是可以帮我们解决，比如说像湿疹呐，比如说像这种银屑病啊、牛皮癣类的哈。咱们有没有发现，当我看到这篇论据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这个东西是不是跟湿气是有关系？就是咱们中医讲的，你晒太阳的地方，它是一种阳气，它可以帮我们排湿的。但这又是另外一个复杂的理论，这不能说只是这一个原因哈，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身体状态，就是整个中医来讲是一个很巨大、很庞大的一个理论。我觉得中医更像是物理啊，如果大家去了解这个东西的话，所以它有好的有不好的，我们不可以绝对。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就是正常情况下每天防护的这么这么严实哈，不要去过度的趴在太阳底下晒，这是肯定的大部分人是不适合的哈。有很多人说3伏天要去晒背哈，那你如果是湿气很大，比如说你有风湿病啊，包括一些体寒呐这种状态，我是建议你去适当的去晒一晒，没有问题哈。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燥性的体质啊，你这个发痘又很严重啊，你这个脾胃又不是很好，整个是一个爱怒的，你就人就让你燥性你就坐不住啊，这种人的话哈，你就跟他嘴里能喷火一样的，你就尽可能的去少晒太阳，但是不要不晒太阳。但咱们现在很多人就是年轻化，癌症年轻化，咱不能说跟不晒太阳有关，其实跟我们身体越来越寒是有关的，越来越寒才会生癌症，你知道吗？所以整个这个寒气是需要我们去接触太阳光的，是需要我们用更自然的疗法去跟这个万物做一个对接的。霍教授虽然说皮肤的问题，就是像皮肤癌症这种问题，很多都是因为外界的受伤害啊，包括他有说到一点啊，我之前在我的视频里我有跟大家聊过这一点，就是说当你晒黑的这个过程中，你的皮肤就已经受损了。是不是有没有很熟悉这句话？我也说过这句话，就很多人喜欢把自己看得很黑哈，那这是一种
生活方式。那如果你是黄皮、黄黑皮，恭喜你，你很适合做这个东西。就是你对你的皮肤来讲，一黑黑的来黑的走，对你皮肤来讲受伤的程度不是很大。但如果你是白皮，你就尽可能的不要把自己晒得黢黑啊，因为等你晒到黢黑的状态的时候，你的皮肤就是比这种黄皮、黑皮人受的伤害要大。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出现这个碳的这个黑的这个过程中，你的皮肤细胞就已经受到伤害了，就是这样。这个教授也是这么讲的。所以说，晒太阳这件事儿呢，有好的，它确实对我们皮肤有伤害。知道这些东西之后呢，咱们在可控的领域，白天早上去晒一晒太阳，它的 UVA 的含量比较少啊，尽可能的避免太阳比较毒、比较热这种状态哈，不要就是整全年武装起来，一点太阳都不晒，尤其是女孩。还有讲到那个微针。我有在小视频跟大家讲，千万不要在家里做微针。出发点是在于，很多做微针在家里做微针的哈，一个是你要消毒，然后再一个是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皮肤发炎的状态，这个是很重要的。它是对于皮肤来讲，先伤害再治愈，包括我们用 A 醇，还有在用这个果酸的情况下，都会有这样子一个过程。只不过这个过程随着我们适应这个产品，适应这个小小的这个微量的这个毒对皮肤造成的一个反应哈，你之后你就会这个反应会越来越淡薄了。那么微针呢，它就是物理性的给你夸造成很多眼儿，造成很多洞，然后呢再让你的皮肤去自愈。其实微针这个东西根本都没有必要去什么打什么水光，你不用打，你啥都不用打，皮肤都可以去做，在它这个自愈的过程中啊，自动的，这你的人体给的，它其实就是一个开启你人体自愈功能的这样子的一个小损害。它是可控的损害，针又很细，然后速度又很快，然后呢，皮肤又很薄，不触及关键部位哈，就造成这样子的一个破洞，然后让你的皮肤自然而然的在自愈的过程中，给予你更多的这样营养也好啊，在你整修过程中给予你更多的胶原蛋白，因为它这些东西都是为了什么？为了修复。那么在你修复完之后，它肯定就没有了啦。所以整个所有的这种东西，它都不是一劳永逸。你能保证自己控制好这个系统不生病，我觉得是有这样人的。比如说这些仙人、大仙们，这些他有可能去把控好自己的整个体系，他才有可能，而不是说这些人都死不了。这个所有皮肤的问题，你只要把控你整个体系，你就有可能去控制它的整个的生命状态。你有可能去控制得住，但是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讲的话，很难的。所以你这种微针它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什么东西都不是。那很多姐妹们啊，就身边姐妹们做那个Botox 就是肉毒，做完肉毒的时候，她也会有感觉到，哎，好像过2-3周之后，那个皮肤有变好哈。有没有做过姐妹们跟我分享一下哈？其实它的状态是，它这个东西是一样的，它虽然是注射型的，但是它也是注射在你的皮肤里层的，它对你的周围的细胞啊，皮肤细胞是产生一定的毒性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身体自动的这个功能就会开启，它就会开启一定的防御和修复的功能。这个不是肉毒给你造成的，也不是这个针给你造成的，而是说我们的皮肤受到外界的这样刺激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就产生出来的一种防御的机制。咱们拐回来，说完这么多，咱们拐回来再去想这个防晒这件事情。防晒如果你维护的好，是不是可以利用起来它对皮肤的伤害，而改变成能加大我们的防御机制，能在这个伤害可控的范围之内又开启我们整个的修护机制呢？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让这些科学家们去好好研究研究的哈。就是他们研究出来，咱们再讲。咱们现在讲，咱们就是乱讲。我们每天都是有太阳，我们怎么利用这个太阳对我们皮肤的伤害，把它利用起来，而不用再戳往脸上去戳洞呢？太阳现在这个伤害，对于目前科学来讲，你就很难把控它。你也不知道今天是阴天还是晴天，你也不知道你的皮肤状态是伤害的深一点还是伤害的浅一点啊。我们现在唯一能辨别的就是说，白人啊，皮肤本身就白的，你就最好做好防晒。因为你就缺少这个东西的防护，你就更容易把你的皮肤晒伤，从而造成衰老都是小的，有可能会造成这个细胞癌的产生。适当的利用好太阳，是对我们的身体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滋养。太阳就是能量，万物都少不了太阳。那我们现在为了保持皮肤状态的好，大部分都是停留在这上半截上面哈。那么我们就把上半截给保护好。那你是不是下半截多露的地方要露一些，要让太阳的能量进来一些？你得开个小门吧。所以不要全身武装起来，不要，姐妹们。接下来咱们就讲，如果你在皮肤受到伤害，刚才说了，他有提到这个 microneedling， 就是那个微针哈，可以帮你做一定的这种修复，包括一些光电的这些东西，它也是可以帮你做一些修复。
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所以它是需要一定的维护的。那如果我们就是我们不需要用大脑去思考我们怎么样去调理我们的身体，调理我们的身体状态的情况下，我们花钱我们就能达到这样效果，那真的是何乐而不为？隔一段时间去给自己计划一个这样子的修复，也是不错的选择。那么同时呢，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了解一下自己的这种身体状况。那我为什么会比别人就长斑长多？你要去了解一下自己的状态。比如说，我就讲过这个黄褐斑，黄褐斑跟晒斑是两码事儿，但是黄褐斑会因为晒太阳而更严重，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刺激嘛。你晒太阳多了，你对皮肤就是一种伤害和刺激。那么在这种伤害和刺激的情况下，它就会又冒发出来，甚至我们用了 A 醇、A 酸，包括果酸这些东西，都有可能去刺激到那个黄褐斑，甚至光电这些东西，它都有可能把这个东西刺激过来。所以它是一个度，和每个人的这样一个状态不一样，所以你很难去讲怎么样去能拿捏得住，怎么样能更好的去控制。每个人都不一样。我希望在视频中再次提醒姐妹们，不需要关注别人，我们需要关注一下自己的状态。所有看这些博主的视频呢，你都需要去对照自己的状态，去了解自己，那才能更好的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的别人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别人打什么针，打什么针，这个肚子能治肚子痛，我就打什么针。那人家你是拉痢疾，他是来例假，那就不一样，对吧？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整个人体健康、皮肤健康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人家哈佛教授都说了哈，这99%的护肤品都是只能起到保湿的作用，你还用纠结吗，姐妹们？你把这个重点放在长时间的养成一种爱护自己的习惯，比你选择护肤品要更重要。就今天视频全部内容，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得到有需要的姐妹们。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拜拜。